这台解线后是怎样呢？马力级的设置的参数保持一致。马力级的加速度值都设置为16，而速度转速比设置为8000，拉了4次，第一次是71匹，最后一次是最高的 72.64匹，12500转爆发。扭矩呢是 44.95 牛米，8300转到12000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扭矩平台。和之前那台3600数据对比后呢，扭矩和功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。从实测中的百公里加速和中段加速也能看得出来。一档行进中加速取40到100，它的用时是 2.8 秒，60到120呢是 3.3 秒。凯越的450双2呢是 2.7 和 3.0。那么这台车到极限了没有呢？没有，它的功率还是直线上升的。到12800转的时候就直接拐了下来，最高转速呢13300转，最大功率呢出现在11800到12000转比较好，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功率的平台。每一次换挡呢转速会有个回落区，这回落区间的平均功率和平均扭矩越大呢，说明 ECU 调教匹配也就越好。像之前的赛600呢，最大功率就是一个点，再加上仪表有延迟，每一次极限加速用到的平均功率都是这一段。所以呢，测车不是测完就完了，而且还要经过数据来分析车辆调教的情况。这台车的动力还有提升的空间呢，因为空力箱的结构没改，还有排气管的前中段没改，所以进排气量呢还有提升的空间呢。程序呢还能更加激进一些，但是呢改得越强，寿命呢也就越短。因为一台发动机它是有它的设计极限的，通常呢是 1.2 倍。有些品牌呢能达到 1.3 甚至是 1.4， 也就是说它设计极限120匹，它可能最多给你用到100匹。像 CBR60 或者是 CBR1000 那种是针对中国被阉割的，功率减掉20-30%甚至是50%。它限制有硬件限制，还有软件限制，还有共同限制。软件限制呢就是 ECU 通过更少的喷油量、偏稀的空燃比，还有较缓的提前角来降低它的动力，降低油耗，甚至降低零件的磨损程度。硬件的限制呢，就是进排气限制，有些是空滤限流，像本田的 CBR300 就是进气喉管限制最大。这个限流器呢，很多汽车赛事都会用到，例如 WRC 啊，还有 GT 房车、达喀尔赛车等等都会用到。像春风速领 SR 那台呢，就是排气凸轮轴限制最大，排名第2就是排气管。所以每台车它都有它限制的地方，只有通过数据还有拆解测量，然后呢参照之前测量测试的数据库，才能更加精确的分析一台车的数据还有性能调教的取向，从而呢对车辆有更深入的了解。